如山，千百年来，静观世间的悲喜与无常。意气风发的苏轼曾在此启程出川。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与弟弟重归大佛脚下，却是扶送父亲苏洵与夫人王弗灵柩归蜀，一州两关，逆水而还。距今966年前，苏轼在此舟行千里，过尽半山，却总被故乡迁徙回来。而我将从这里乘舟启程，去探寻苏轼的一生。苏坟山上埋葬着苏轼的父母，还有他的结发妻子王弗。708年正月，苏轼在密州忽然梦到了妻子王弗，醒来之后无法释怀，写下了这首《江城子》。它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直到今天依旧打动着很多人。这是小朋友画了他心中王弗的形象。这位朋友抄了《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记梦，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远望。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暖松冈。如今山峰起处，松涛阵阵，仿佛仍在回应他心中不尽的思念。人生难逃离合聚散，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永别。梦归沙湖杭宅，遍历书谱中。到了这儿，也就到了苏轼的家。从这座宅院走出来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3人，成为了北宋文坛巨匠。更是在后人评出的唐宋8大家中占据了3个席位。但鲜有人知，三苏的背后还有一个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女子，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三苏的成长。她到底是怎样一位传奇女性？我将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苏轼传》的作者崔明教授。这位传奇女性就是苏洵的妻子
苏轼苏辙的母亲，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司马光写过一篇程夫人的墓志铭，就只提到夫人程氏，并没有说她叫什么名字。这篇墓志铭原来的题目是叫《苏祖部夫人墓志铭》，一直到南宋以后呢，然后人们就把这篇文章就称为是程夫人墓志铭。其实程夫人的主体性已经体现出来了，对她的一份尊敬。是的。为了让丈夫苏洵安心在外求学，程夫人变卖了自己的珠宝嫁妆，开了一间丝绸铺，独自抚养3个年幼的孩子，以一己之力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今天今人可能很多不是太了解，就是宋代它有一个观念，对于女性的陪嫁，它是视为婚前财产。就是它是属于这个女子的个人财产，它是不能够，就是夫家是没有任何理由去把它占有的。就类似我们现在有一种婚前协议似的。对，所以它是把属于完全可以由他终身支配的个人财产，他的私房钱都拿出来奉献给了这个他的新的家庭。所以我总觉得，给我感觉程夫人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女性，又有事业，又做妈妈，又带孩子、教孩子，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北宋时期，这个是很少见，很伟大。对对对，我们常常大家觉得说一说到苏轼就都说苏轼像一个现代人啊。源于他的妈妈本来就是一个现代的人，妈妈就很现代，所以苏轼的这种现代感给我们的这种现代感，应该说从他妈妈那里来。他妈妈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对吧？所以就是在教育方面也是对孩子们影响也很大。是的，程夫人教子第一，她特别强调人格的教育，那么她首先体现在善良。第二个呢就是正直。苏轼他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的起起落落啊？那也就是因为他做人是很正直的，他从来不会说去逢迎某一个当权者呀。对，就是说他是会坚持自己认定的这种真理正义。程夫人告诫孩子们，不采鸟雀，非义不取，让他们不要为了虚名而读书，要有人生志向和社会担当，这都深深地印在了苏轼和苏辙的心里。我们从苏辙的2篇文章里面都记录到程夫人当年的口头上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就说我呢其实一直还是很想在这个社会上做点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古代社会它没有给女性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对，所以他就说跟你们2个孩子一定会帮我实现我的这种就是想要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什么事业的这种想法。就是程夫人她是这样一个女性。嘉佑初年，苏洵带着儿子们进京赶考，一大家子的重担又一次落在了程夫人的肩上。第2年，苏轼、苏辙同榜及第，名动京城，而程夫人却还没等到喜讯传来，便离世了。那一年，她47岁。苏轼为母亲守孝3年，再度出川赴京，在乐山大佛脚下写了这样2句诗：故乡飘已远，往忆好无边。说来神奇，每年清明前后，岷江江畔这山涧里会飞出成千上万只萤火虫，
乡的点点荧光仿佛薪火，映照着苏轼前行的路。一场宋韵，东京梦华。开封作为北宋都城，人口逾100万，富丽甲天下，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之一。嘉佑2年，21岁的苏轼考中进士，在这里开启了他全新的人生。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坐，可以吗？可以，坐会儿聊一聊啊。叨吧。来，吃点。我们河南话叨。可以尝尝这个。这个是开封的筒子鸡，也是开封特产。对的。也尝，有。羊肉抗馍。就是刚说的羊肉抗馍。你们今天是同学聚会？是的。是吧？放假了。对，我们高考完，然后出来聚餐。那就是说你们都差不多18岁？对，18了已经。哎呦，你知道吗？18岁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学中文呢。那你很厉害呀！我19岁开始学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这学习成绩非常一般呢，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最爱，还不知道学什么好。我是上了大学以后开始学中文，特别感兴趣，然后非常投入，然后从初中、高中时候的非常一般的学生就变成了优秀学生，因为找到自己的最爱吧，自己喜欢学的。是。你们都是对什么最感兴趣？想学什么呢？想学，在这边可能会比较想当老师一点吧。当老师。对，然后去教那种可爱的小学生。学医保，第一志愿报的医学。哦，医学。对。你呢？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喜欢法学嘛。所以我一般学法律。对的，感觉当律师很帅的。这样吧，我们共同举杯，苏轼那句“诗酒趁年华”送给你们，祝你们精彩的人生顺利展开，好吗？好的，Cheers。近1000年前，初到汴京的苏轼，正如我身边的这些同学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在宋仁宗举办的琼林宴上，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是来自常州的才子蒋之奇、单溪等人。他们生气相投，指点江山，也聊起江南的山水风物。期间，他们许下一个约定，将来重聚常州，再续同席情谊。这就是他们的基础之约，也是苏轼与常州的第1次情缘。周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2018年至202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周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印证了开封城市中轴线1000年未变的事实。站在周桥，我们站的位置这是北宋东京的皇城。待会儿咱们会往下面看到探方里边去感知苏轼那个时代的深度。我们从地表下来，我们就已经在穿越时空了。那我看到墙壁上那个一道一道的白线，代表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地面，是吗？对，我们考古上叫地层线，就是不同时期的路土。叠压关系呈现了它是它的先后顺序，叠压到下面的就是早的，叠压到上面的就是晚的。我们现在站的大概66米这个层，那苏轼来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层面吗？
我们站到这个面上，距离我们今天的地表大概就是4.7米。我们已经穿越到了1642年开封城的城市地面。苏轼可能曾经在宋代的这个位置，但是它的海拔可能要低于我们这个脚面。但是大概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他来过，进城的时候是要经过这里。对对，但是这个位置是不怎么变的。咱们就往下面的河道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宋代的空间。这就是北宋时期的石壁。对，两边都是。对，然后莫言老描述的雕钧的海马水兽祥云之状，应该就是这个场景了。看到了，仙鹤，还有感觉一直在飞的一个状态。这是马，海马。在宋人的想象中，石壁上的海马瑞兽象征着祥瑞与盛世，它们昂首跃动，仿佛在迎接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可命运不会镌刻在石壁之上，它更像一只飞鸿，掠过人世。正如苏轼在第一次离开汴京时给弟弟写下的那首《贺子由渑池怀旧》中发出的感慨一样。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汴京城，苏轼在此先后宦居12年，是除了故乡眉山之外住得最久的城市。这座城市见证过他的荣光与梦想，也目送他一次次离京远行。雪泥鸿爪，正如他浮沉一生的预言。熙宁2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卷入新旧党争，宁折不弯的他难以在京城施展拳脚。于是自请外任地方官，神宗爱其才，任命他为杭州通判。来到杭州，他独上望湖楼小酌，骤雨狂风，转瞬即晴。他忽有所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对望湖山，何事惊慌？在苏轼眼里，山山水水各有其态，晴晴雨雨乍起还歇。或许人生亦如西湖，大雨瓢泼又如何？转瞬会雨收云散。风景之美无关晴雨，人生也不因苦乐而失其滋味。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借着苏轼的诗句引路，我来到了杭州蝴蝶剧场，去见一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不要就为了动作而动作去学老师那个东西，不是的，他是要这样子，
然后这样哦，你是唐老师。哎呀，这你样大好，名你好，这样大你好，名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山先生好，你好，幸会，幸会，幸会幸会久仰。听说你们最近要拍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新剧是吗？对对对，我们其实已经在去年就开始启动了，然后因为其他的创作任务就一直前前后后排一排，停一下。那为什么想起要拍关于苏东坡的戏呢？这个缘起有点长。其实在我很多年前，我估计有10-20年前了，我是演小生的，我接触到了就是一个古代的诗人，然后所以看到这个苏东坡，我就特别感触，就是他的那种博大，每次都碰到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好像似乎永远打不败的。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我觉得今天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苏东坡，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那么需要苏东坡，其实就是在他身上，可能我们能找到一种就是苏东坡先生的一种精神，那个遇事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都能够找到一个自处，或者叫自洽，他向内观。对，就像在《定方波》里他写的那样。竹杖芒鞋轻上马，谁怕？谁怕？一蓑烟雨生平色。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常如到旧游。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第一次来杭州的苏轼就爱上了这片山水，也头一次生出了他乡及故乡的想法。苏轼特别爱西湖，这个人人皆知。那么今天呢，我们到西湖正好赶上了梅雨季节。他就说：“佳节连梅雨。余生寄夜舟”，这是他写梅雨季节的西湖，然后又感慨人生。苏轼偏爱西湖的雨，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15年。西湖的雨，苏轼一想就是15年。元佑4年，苏轼第2次赴杭。任杭州知州。到第2次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基本上2/3的西湖就淤塞掉了，所以他当时就是一到这儿，他就下决心，他要疏浚西湖。再不修的话，可能过没多少年就该平地了。苏轼忧心如焚。接连上书朝廷，恳请疏浚西湖。他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元佑5年的梅雨季节里，苏轼带领民众清除凤田，设立3塔，更以淤泥筑堤，自南至北贯穿湖面，是为苏堤。那我感觉。杭州也许是苏轼最热爱的城市，他与这片山水的相遇，不似初见，更像是重逢。而且杭州人也是把苏东坡当成老市长，永远都记得他，有苏堤，有3台音乐，又留下那么多的诗篇。西湖如镜，映照出苏轼的一颗赤子之心。他将湖上的雨中奇与情中好，全都收入怀中。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夜静。月把西湖比西子，丹帐浓墨总相
西望木林关，东望琅琊台，南望九天山，北望空飞哀。诸城长山，因祈雨而长应得名。熙宁7年秋天，苏轼从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主政一方。到任之初，正值密州大旱，蝗灾泛滥。他带领百姓登长山、寻水源、起甘霖。今天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才智教授一起登上长山，去看一看1000年前苏轼如何与百姓共度难关。这个字念鱼是吧？鱼泉亭。对，鱼泉亭。鱼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要祈雨。如果要是没有雨的话，这个旱情、蝗虫，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当时的生计。这是一个非常刻不容缓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熙宁8年5月，苏轼再次登临长山祈雨，发现这眼泉水。为了保护水源，他命人着石为井，建亭其上，并写下《鱼泉记》。因为历史的物质的遗迹可以毁灭，但是文字是不朽的。这就是当年苏太守苏轼周亲自撰写的《密州长山鱼泉记》。鱼泉之记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对，我知其注各率而知，就是跟老神仙对话。你要呢做好你本职工作，你要下雨啊，我呢祈祷，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各司其职。我觉得也体现了苏轼先生那种自信，是吧？他敢跟神灵这么平起平坐似的。我有我的职责，你有你的职责。他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救民于水火之中。绿蚁如唇500壶，蝗虫扑面已3回。磨刀入骨追穷寇，洒涕寻城食气海。短短4句，已勾勒出密州百姓当时的惨状，这让苏轼痛心不已。他当时没有这种制度性的救济所，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捡了30-40个器。他是一个知州，是一个太守，是一个热爱人民的好太守。熙宁8年秋，苏轼率众祈雨归途中，在黄茅岗涉猎习武，胸中豪情喷薄而出，写下惊世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这个不适合姑娘唱，得适合东北大汉唱的。没错，东北或者关西大汉拍的那个歌板来，这个大声的吟诵。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节奏，这个气势，不是原来苏轼的家乡西南花间词的内容，完全是新天下耳目。那么这就成为豪放词的一个代表作。苏轼虽然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呢，他把这种困境化作了豪情，写进他的词作里。在密州奔走与劳苦的3年里，尽管灰头土脸、为郡险欢，但苏轼依然感到，这样的日子
比走马章台的风流更有意义。熙宁9年的中秋之夜，苏轼独自登上超然台赏月，想到7年未见的弟弟苏辙，大醉，作此篇。今天恰巧是我哥哥的生日，站在这里，我好像更能体会苏轼对弟弟的思念了。Hey there, happy birthday. I'm so glad to grab you, to catch you. It's September 9th. It's the evening here, but it's the morning for you. See, the sun has just gone down. Yeah. How are you doing? I'm facing the sunrise. Well, that's really nice. The sun left me, and it's coming up with you, so it's good. I'm in a place in Shandong province called Zhucheng, and Lovely. Traditionally this was the city, ancient city known as Mizhou, and this is where the poet Su Shi lived for a couple of years. He wrote it for his brother because he was missing his brother. And so we were going to recite it in a little bit now as the moon comes up. We're just waiting for the moon. So it's your 62nd birthday, but I've been with you for 60 of them. Brother. Thank you. Okay. 我们是兄弟。我是兄弟，我是日人。我是弟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丙辰中秋，通宵达旦的大醉中，苏轼看到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下的兄弟，更是对世间一切生命的热爱和怜悯。时隔1000年，我们仍在这轮明月下获得最温柔的抚慰。明月圆缺，对应着人世悲欢。大地上的事情都在自然而然地发生，天空下的生命都在荣枯盛衰里流转。长于一日，或短于一生，却都共享着此刻的月光。当心中充满爱时，刹那就成了永恒。追梦间偷偷的浮生若上浪，遇见同路人。
也绝对不稳，绝对不稳。春夏秋雨艳阳落雪洒满一地不甘，眼看着茅山腐烂褪色，老成松剑书风萧瑟，无奈的天造地设。茅山终会消。